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妈。这集来到东京住宿相对便宜的上野，要介绍附近的好吃好玩，有好好逛的阿美横町，还有景观文化设施丰富的上野恩赐公园，也要带大家去购买须实名制的儿童西瓜卡。因流程较复杂，这集就由我来替大家说明咯。来和莫姐、魔妹一起出去玩吧 ，Let's go！我们呢，今天来到了上野哈。那为什么我们会选上野呢？除了它是各大区域前往成田机场的枢纽哦，还有呢，它这边房价相对比较便宜一些。然后这里我们选的是这里的家庭房哦。然后除了它这里有厨房，还有洗衣机，我们行李箱就不用放太多，可以放我们的战利品哦。我好了。请大家见谅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回来已经太晚了，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所以我们就有点乱哦。那我们现在要前往上野一些区域来玩哦，那就 go！ 第一站，我们来到上野恩赐公园，由1876年开园，是日本第一座公园，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跟众多的文化设施，也是著名的赏樱圣地。从上野车站这边进入公园，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上野之声美术馆。整个公园都足够大家逛到饱哦。这里是上野之声美术馆。东京之声美术馆呢，从顺着路走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是东京文化会馆。东京文化会馆呢，是1961年作为建都500年纪念而建设，是举办古典音乐、芭蕾、歌剧等演出的重要场所，可以事先查询官方网站买票哦。上野公园的文化设施实在太多了，我们就带大家快速走一圈，推荐几个必去的景点吧。我们继续带着大家顺着路走。恩赐公园里面呢，总共有3个美术馆，有我们刚刚经过东京之声美术馆，还有一个是西洋美术馆，然后它隔壁的就是国立科学馆哦。我们再步行到下一个美术馆吧。上野的这间国立西洋美术馆是日本唯一一座专门收藏西洋美术作品的国立美术馆。美术馆本身的建筑也在2016登记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它旁边的这间国立科学博物馆是日本唯一一座自然史和科学技术史综合的国立科学博物馆。除了天文地理和一些科学器材之外，里面还有丰富的恐龙化石展览哦，喜欢的小朋友不要错过了。这里呢是东京国立博物馆哦，离那几个点都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的啦，这里真的是很棒耶。东京博物馆始于1872年，在汤岛圣堂大臣殿举办的博览会，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博物馆，收藏文件约为12万件，是来上野非常值得一看的景点。靠近美术馆这边呢，都会有一些装置艺术哦。这个很像太空人呢。那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个人，看得出来吗？上野动物园呢，在东京都美术馆的，就是在旁边而已。上野动物园呢，是日本的第一座动物园，至今已经超过140年，有东园和西园2区，有很多超人气的可爱动物。过来上野不妨来看看。不过大家知道亚洲最大的动物园是哪里吗？
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台北木栅动物园哦。所以如果已经去木栅动物园很多次的大家，可能就不要对日本的动物园太有期待咯。所以我们就要去东京都美术馆哦，是我的清单之一，那就 Go！很喜欢画画的莫非，这次来到上野，第一个首选名单就是东京都美术馆。它是日本第一座公立美术馆，有多样化的展览。我们这次去还有看到专门为儿童办的展览哦。因为馆内不适合拍摄，我们就不介绍内部咯。大家来上野公园也可以来看看他们这间星巴克，除了建筑特殊之外，里面也会有一些这边限定的商品哦。上野公园腹地非常大，我们几乎可以在这边玩1到2天，在合适的地方更是很适合小朋友跑跳哦。乌鸦哦，乌鸦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没研究。它都不怕人的。哦，日本乌鸦不怕人。我要喂它叶。不要喂。不怕人呢。哎，不要！不要太靠近它，会攻击你啊！哦。我也要叶子。它吃虫的啦，它不会吃菜啦。姐姐。小声一点。我还以为那个是老鹰哎。跑在不能吃的正中间哎。对啊。其实更有名的景点应该是上野的东照宫，不过我们时间上不许可，我们就直接往不忍池方向出发咯。我们旁边看看，这里呢是上野公园可以来看的景点，它的名称叫不忍池，而且它在4点之前可以搭天鹅船跟划船哦。听说呢，这里晚上拍起来也会很漂亮哦。这里是一大片的荷花池哦。它们整片水域呢非常的大，有一部分呢是莲花池，那也有一部分呢是开放式的水域，可以提供搭天鹅船啊、划船之类的。我们在上野公园呢，几乎从早上玩到快要晚上了。我们决定出发回去闹区，去吃东西、买东西咯。最后再让大家看看这个漂亮的湖景。我们就从上野公园直接走到它的对面咯。在上野车站对面呢，它有一大栋是专门卖电器的，而且它有9层楼哦。来日本爱买的电器有哪些呢？第一个可能就是它的摄影器材了。手机架、手机云台，这边呢都可以捡到比台湾购买再便宜几千，甚至快要到10000的价格。电动牙刷呢，也是台湾人必买电器之一，因为品质好，比台湾便宜，我们也有带1支回去哦。我的这也太高级了，看这个颜色，好可爱哦，樱花的。其实还蛮推荐爸爸们使用这种行动刮胡刀，我爸常出差，这个倒是很方便。这边都是可以退税的哦。整栋楼真的非常
常大，有9层楼可以过啊。台湾人呢，从日本带回来的电器第一名其实就是吹风机哦。当然啦，还是建议大家要在现场试试看风力，才会买到适合自己的哦。哦，这就风力有点小，我比较习惯的是风力大。开到 Turbo 啊 Turbo。对啊 ，Turbo 就是最强的。这算可以啦。对啊。那我比较喜欢这种。这个就是很轻啦，很轻啊。很轻，然后又方便。我们最后呢，也带了一支日本推荐第一名的吹风机，真的快干又不伤发质。电锅呢，也是台湾人从日本带回来的前几名。我们之前呢就带过一台，真的很好用，轻松煮出大师级的米饭。来上野要买东西，一定要去阿美横町，里面有传统市场美食，商店林立。这里推荐几个好吃好逛。晚上呢，我们就来逛阿美横町哦，它有很多条可以逛，可以捞，还可以买战利品哦。首先推荐大家来 OS Drug 来买药妆，他们的店家虽然不能退税，但是很多商品比退税后的价格还要便宜哦，只是说品项可能就没有一般药妆店那么齐全了。阿美横町里面呢，也有可以买超便宜伴手礼的唐吉诃德，我觉得这箱品项很多，不输我们去的其他店哦。再来一定要推荐大家的是这家便宜又大碗又好吃的鳗鱼饭。这个真的是比起台湾超便宜，你看这样子。现在来吃鳗鱼饭哦。算台币，那就是爸爸一个双块鳗鱼冻嘛，1200块。你看这个在台湾大概绝对不止这个价钱，1200块日币哦。它饭蛮好吃，它的饭蛮好吃的，而且咸咸的。喜欢吃吗？喜欢吗？鳗鱼肉好吃吗？会有吃吗？好吃吗？那个刺不会影响到妮妮，好吃吗？好吃啊！哇，这个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再大一点。对，鳗鱼真的好吃，他们的鳗鱼真的好吃，然后又很划算，真的很划算。没有关系，莫爸也可以入境的，你就拿。莫爸就是很喜欢吃鳗鱼饭。现在日币真是低一点的时候，就是台币换算起来超好。喜欢吼，喜欢就吃。妮妮也爱吼。它最基本的才130。最基本的130，便宜过。好了，吃了。这个它这个鸡翅，应该是鳗鱼吧？是鳗鱼吧？对，那个是鳗鱼。鳗鱼有没有？鳗鱼。好，认真吃。再来呢，要来带大家购买6到12岁需实名制的儿童西瓜卡。因为我的西瓜卡呢，要用我的身份证才可以用，所以我们现在来买看。西瓜卡这个昵称呢，是源自于它的名称与日文的西瓜发音相近。儿童有半价优惠，但需要实名制购买。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呢我们的过程，然后我们呢要先去填一个表单，它不是每一个站都可以用的，就只有这个站可以，就是比较大的站。然后这是上野大站，然后填完那个表单以后的，我们再在这里买票哦，所以都不是能随便买到的哦。你们看，票真的好可爱哦，车车。首先呢，大家要先去服务台领取表单。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填单子哦。填完表单后呢，工作人员会领我们到机台准备付费。
因为需要确认护照等证件，需要他们从后台手动输入。谢谢，太感谢。我们从机台选择要儿童票之后呢，他们就会从后台准备操作。他们呢也对过证件还有表单之后呢，我们就要手动输入名字了。最后再用机台缴费就完成咯。底下呢会打上护照的名字，也因为是实名制，听说补办非常方便。谢谢阿姨的热心帮忙，我们买成功了。大家也不用担心，他们有些服务人员是会说中文的。这位服务人员态度亲切，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要去美术馆啊？那是 J 啊，那哦，红对对，灯上面。好，OK，谢谢你，谢谢，拜拜。爱情动力。一行人浩浩荡荡，准备搭 Skyliner 回家喽。因为他们的列车是来回跑，所以他们是直接机械式的移动座椅哦。座椅非常的舒适，还有餐桌可以用。大家如果要搭乘，可以上网预约，再到车站取票就好了。是我们2位悲情的男人。离开日本前，再看看日本的风景吧。放过晴空塔喽。哇，水。很酷的奶瓶饮料，可以给小朋友喝。来，它是真的有动的，来躺，往下躺，可以吗？喜欢吗？认真喝草莓的，对。很奇怪，很好笑，他们怎么设计这种很好笑的东西？好喝吗？你还要喝吗？好。日本拜拜啦，明年见！搭 Skyliner 去成田机场真的是很舒服又舒适的方式哦。直达机场，准备上飞机喽！我们也为了摩根体验了一次商务舱，欢迎大家进频道观看我们的开箱心得，还有飞机上拍富士山的诀窍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可以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留言鼓励我们一下哦。谢谢大家，拜拜。